瑞士全称为瑞士联邦，瑞士地势南高北低，其全境以山地和高原地形为主，平均海拔约为1350米，因此它被称为欧洲屋脊。瑞士是全球创新指数位列第1的国家。瑞士在史前是凯尔特人的活动区域，凯尔特人曾经是欧洲中部的土著居民，在凯尔特全盛时期，他们曾经攻占过罗马城。聚居在今天瑞士国土内的是凯尔特人的海尔维蒂部落和雷托部落。公元前1世纪，分布于欧洲北部的日耳曼人不断向凯尔特人居住区域扩张。感受到日耳曼人压力的海尔维蒂部落决定向西撤离到高卢西南的大西洋沿岸。考虑到日耳曼人对罗马帝国的潜在威胁，凯撒决定在瑞士建立一个受罗马控制的海尔维蒂人的国家。凯撒死后，继任者奥古斯都将海尔维蒂人部落并入帝国行省，瑞士地区由此被纳入罗马帝国。在罗马统治时期，瑞士建立了罗马式的行政系统，修建了通向罗马城的帝国大道。罗马人还为瑞士引入了地中海沿岸的农作物和亚平宁半岛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还有基督教。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在259年，一支日耳曼人的部落联盟渡过莱茵河，攻克了瑞士的北部边塞。从此，瑞士进入了战乱的年代。日耳曼人统治的瑞士大体可以分为2个部分，西部由勃艮第部落联盟统治，他们人口数量少，在占领瑞士之后，他们接受了当地的文化传统。中部和东部则由阿勒曼尼部落联盟统治，他们所占领的是瑞士的山区和罗马化程度较低的区域，在那里日耳曼语言取得了胜利。这种分治为瑞士法语区和德语区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日耳曼人治下的瑞士地区先后产生了很多小的王国，这些王国相互征伐，最终在536年被法兰克王国吞并。公元843年，根据查理大帝的遗愿，法尔登条约将今天的瑞士西部上勃艮第区域和东部阿勒曼尼亚划归给了东法兰克王国，这成为德意志的前身。到10世纪，随着加洛林王朝统治的衰落，游牧民族马扎尔人不断入侵瑞士地区。到955年，奥托一世国王在勒赫菲尔德战役战胜马扎尔一世后，瑞士才被德意志人重新控制。到12世纪，在林根公爵被授予统治勃艮第部分领土后，瑞士兴建了弗里堡和伯尔尼。随着贝赫托德五世于1218年的离世，在林根王朝控制的瑞士城市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自治城邦。随着基堡家族的衰败，哈布斯堡王朝将莱茵河以南的大部分领土置于其控制之下，这使哈布斯堡王朝迅速崛起。1273年，成为德意志国王的哈布斯堡的鲁道夫一世取消了瑞士城市的自治权。随着鲁道夫的离世，瑞士城邦乌里、施维茨和夏瓦尔登代表于1291年在吕利特缔结了永久同盟。为了纪念这一天，瑞士将8月1日定为国庆日。到1314年，施维茨与哈布斯堡王朝保护的爱因希德伦修道院之间的冲突引发了一场战争，最终以奥地利国王利奥波德在莫尔加滕战败而告终。之后的40年中，卢塞恩、苏黎世、格拉鲁斯、楚格、伯尔尼相继加入同盟。1436年，图根堡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去世以后，苏黎世和施维茨为争夺其遗产爆发冲突。苏黎世拒绝接受特别法庭的裁决，转而寻求奥地利的支持。在获得苏黎世割让的领土后，奥地利于1444年说服法国军队与苏黎世并肩战斗，但瑞士联军在巴塞尔附近的比尔斯河畔取得了大捷。胜利之后，瑞士人陷入分裂，山地州担心城市州，尤其是强大的伯尔尼州的权力扩张。勃艮第战争之后，外部威胁再次使联邦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最终于1481年在施坦斯会议达成了妥协。这次会议还同意接收索洛图恩和弗里堡为联邦正式成员。长期以来，瑞士雇佣兵一直受到欧洲诸侯的追捧，许多瑞士人因为缺乏土地或渴望战利品而加入了外国军队。与勇士查理领导的勃艮第人交战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为瑞士雇佣兵赢得了卓越的声誉。从那时起，具有传奇色彩的雇佣军服务成为旧联邦经济中的重要部分，在瑞士中部尤其如此。到149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组织了以德意志南部诸侯为主的士瓦本同盟，
试图将瑞士重新纳入统治。因战争的失利，神圣罗马帝国不得不默认瑞士的独立。之后的2年内，巴塞尔、沙夫豪森和阿彭策尔先后加入了瑞士联盟。1506年，教皇尤里乌斯二世聘用了瑞士雇佣军作为卫兵，该卫兵至今仍在为教皇服务。1515年，瑞士卷入意大利战争，当时瑞士与意大利结盟对抗法国，结果在马里亚诺战役遭受惨败。因瑞士邦联的扩张遭受了第一次挫折，瑞士被迫开始寻求中立之路。1518年，慈运理成为苏黎世大教堂的神父后，慈运理因为在1522年反对在大斋期的斋戒，开始受到公众关注。1525年，慈运理曾与重洗派一起试图废除对婴儿的洗礼，后来慈运理因政治因素妥协，放弃了这一主张，这导致他与坚持进一步改革的重洗派决裂。1529年至1531年，瑞士因宗教问题爆发了内战。在法国的胡格诺战争中，瑞士人根据其教派分为不同的阵营。1602年，除苏黎世外，瑞士联邦与法国组成了雇佣军联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瑞士联邦因宗教原因造成的分裂。在30年的战争中，瑞士在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是一片相对和平的净土，因为欧洲所有的大国都依赖瑞士雇佣军，所以瑞士在强敌环伺情况下保持了中立。由于地方权力的集中化、权力行使的专制主义倾向，以及瑞士30年战争繁荣之后的经济危机，使瑞士城镇贵族化现象严重，这引发了瑞士农民战争的爆发。瑞士农民战争被镇压后，瑞士因宗教问题再次发生冲突。然而，瑞士联邦内部的软弱和不和，并没有使它与法国的雇佣军联盟受到质疑。这一联盟随着路易14的出现而得到了欧洲各地的重新认可。由于18世纪与法国的密切联系，瑞士联邦实际上已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在法国大革命战争期间，法国军队吞并瑞士，建立了一个名为海尔维特的傀儡国家。尽管海尔维特共和国进行了一些现代化改革，但它对地方主义和传统自由的干涉引发了瑞士人民的不满。拿破仑于1813年逝世后，1814年召开的维也纳会议再次重申了瑞士的独立。为了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阿尔卑斯山地区从法国的势力范围中剥离，欧洲列强于1815年在第2次巴黎合约中规定瑞士实行永久武装中立。此时，瓦莱士、纳沙泰尔和日内瓦作为新的州加入了瑞士，从而将瑞士领土扩展到目前的边界。受到法国废除国王的影响，瑞士许多州建立了代议制政府。19世纪40年代，瑞士进步派与保守派就耶稣会会士的地位问题上发生分歧。1844年，刘森邀请耶稣会会士管理中等教育，激进派认为这使得教皇拥有了过大的影响力。作为回应，7个天主教州组成了独立联盟，这导致了1847年新教州的自由激进运动控制了国会。国会下令解散独立联盟，引发了一场针对农村地区的小规模内战。由杜富尔将军指挥的联邦民兵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就结束了独立联盟战争，这成为瑞士领土上最后一次武装冲突。自由主义者的胜利令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保守的政权感到不悦，他们警告瑞士不要按照美国的模式起草一部新宪法。但自1848年起，一股革命的浪潮席卷了瑞士的邻国，使欧洲列强无暇再顾及瑞士的事务。尽管在独立联盟战争中失败，天主教保守派并没有在政治生活中消失。虽然在国家层面的力量较为薄弱，但他们在信奉天主教的各州却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到19世纪后半叶，瑞士完成了工业化，尽管工业飞速发展，还是有很多瑞士人因为不景气的经济状况被迫移民至南北美洲和俄国。人口流失导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1907年，瑞士签署了关于战争中中立国权利和义务的海牙公约。第1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大国尊重了瑞士的中立立场。作为一个中立国家，瑞士没有直接卷入第1次世界大战的军事行动。但在经济方面，瑞士却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时期。由于瑞士资源匮乏，瑞士不得不与交战各方协商，以获得最低限度的原材料供应。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对进口煤炭的依赖，使瑞士本土的水力发电得到了迅猛发展。
由于联邦支出的急剧增加，导致瑞士于1915年引入了一次性战争税，并在1916年引入了战争利润税。1918年，瑞士开始实行定量配给制。由于配给制实施较晚，以及士兵工资补偿不足，导致瑞士的贫困率上升。一战结束以后，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下，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将总部设在了日内瓦。这是第一次有重要国家组织在瑞士设立总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瑞士通过对德国的经济让步，保持了独立。二战期间，瑞士法郎是当时世界上仅存的主要自由兑换货币。1940年至1945年间，德国联邦银行向瑞士银行出售了价值13亿法郎的黄金。瑞士帮德国洗钱的行为至今饱受争议。在战争期间，总人口不到400万的瑞士共接收了近30万名寻求庇护者，其中包括不同类别的被拘留军事人员。由于瑞士庇护法只承认出于政治原因的难民，因此，那些试图因为种族原因离开德国或其势力范围的犹太难民被拒绝进入瑞士。在轴心国完全包围瑞士后，瑞士不得不向德国提供总额超过10亿瑞士法郎的贷款。尽管遭受封锁，瑞士仍能继续向盟军提供对战争至关重要的精密仪器。有关通过德国国家银行流入瑞士的所谓被掠夺黄金的争端，在瑞士支付2.5亿瑞士法郎的赔偿后，同盟国随即取消了针对瑞士的一切经济和金融制裁。瑞士于1945年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在此期间，瑞士出口几乎增长了10倍。尽管国际联盟此时已解散，但联合国的欧洲总部仍设在日内瓦。由于瑞士出于政治原因不愿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因此瑞士于1960年与丹麦、挪威、奥地利、葡萄牙、瑞典和英国共同成立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1970年，联邦委员会迈出了瑞士融入欧洲的第一步。1年后，瑞士女性在联邦层面获得了选举权。1972年，瑞士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1973年秋，自1950年以来几乎不间断的经济增长因石油价格危机而戛然而止。当时，瑞士的能源供应80%依赖于石油，这导致瑞士遭受到的危机比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更为严重。石油价格冲击使得瑞士通货膨胀率上升至近12%，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促使瑞士通过了建造核电站的法案。工作时间的减少，再加上强劲的经济增长，使瑞士迎来了新一轮的繁荣。到20世纪90年代，瑞士机械工业和纺织业的衰落导致了瑞士出现了去工业化进程，直到2000年，国际经济复苏才使这场危机结束。2002年，瑞士经过公投决定加入联合国。3年后，瑞士又加入了申根区。2014年2月，瑞士呼吁通过配额制来规范移民，这对瑞士与欧盟的双边协议的继续存在提出了质疑。经济学家认为，瑞士经济的复苏与欧盟人员自由流动密切相关。瑞士是欧洲少数几个因移民平衡而实现人口增长的国家之一。由于大量移民，永久外国居民在瑞士总人口中的比例从1980年的15%上升到2022年底的25%以上。在同一时期，瑞士永久居民人口从约630万增长到2023年的900万。